去过外星球的安徽庐江县农民张祥前的事件真相。本文作者俄勒芬德。张祥前的民科理论跟普通民科最大的区别在于，并没有颠覆传统的科学理论，不像其他民科那样要么推翻相对论，要么研究永动机。其统一场论总体来说是对现有物理学的补充。平时在其 B 站账号上发的视频，但凡涉及物理学方面的内容，也是引经据典介绍科学史，其描述的外星球状况也是基于科学技术，而不像某些国外同类作品那样科幻不够玄幻来凑，遇事不决来点神学。张对外星人意识交流的解释适用科技，再比如某作品说参观外星飞碟发现其燃料是某种蓝色矿石，都特么星际航行了还烧矿石，有一种火箭烧水洗煤的美。而张可以把飞碟的原理讲清楚。还有一些作品要么说人类是外星人制造的，要么说人类就是外星人的种，其中白人来自什么星，黑人来自什么星，黄种人来自什么星，一看就是上世纪某位白人至上主义老白男写的，把白人的老祖宗写得最高大上。现在从分子生物学上讲，当今之人各个人种都来自非洲，就好比人家都拿亲子鉴定给你做出家谱了，你非要去拜外星祖宗，这种作品的可信度直接为零。张对进化论是完全支持的，他作品里的果壳型生物学家给他讲的地球生命演化史基本上跟主流科学的一致。另外还讲了个有趣的理论，就是宇宙中大部分的智慧生命都长得差不多，都像人类这样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外加直立行走。这就引入了趋同演化概念。因为陆地大型动物一般都是四足行走模式，四足模式兼具了稳定性和灵活性，比如汽车就是4个轮子，其中某些四足动物解放了双手可以使用工具，而工具的使用又促进了智力发展，最终诞生了文明。这就是外星人跟人类长得差不多的原因。举这些例子不是为了踩一捧一，而是想让大家看看普通人想象中的外星文明是个什么样子，普通人的想象力如何。上面列举的国外作品的作者都是和张祥前学历水平差不多的，而真正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科幻作家是不爱写这种游记类型作品的，因为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科幻点子都放在了参观外星人老家上，跟人类文明没什么互动，太浪费点子了。专业科幻作家更喜欢挑几个点子用在更激动人心的剧情上，也就是说，有这个想象力的不会这么写，没这个想象力的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因为人无法想象自己没见过的东西，编几个科幻点子就够难了，还要把这些科幻点子串起来成为外星球的生活图景，在逻辑上还要符合科技树的发展规律，符合人性，更是难上加难。细节越多越容易出 bug， 所以科幻作家们不爱写这种外星游记类的作品，费力不讨好，他们更愿意把想象力放在剧情的编排上。其实单从剧情上讲，张的《果壳星球奇遇记》并不精彩，全篇如流水账一般，并不符合文学作品和戏剧理论的剧情安排规律。但是隐藏在全文背后的那种真实感才是令人震惊的。普通人写这种外星游记最大的问题就是知识储备不足，还能引起读者共鸣。虽然我这辈子混得不咋地，但我是蛇翅的外星特工，只要我好好修真，下辈子就能拿着毕业证重返9级母星。你们这帮愚蠢的人类，别看是从小受人追捧的别人家的小孩，还是著名的成功人士，就乖乖待在这个等级只有2级的地球监狱上一遍遍轮回吧。内容符合广大读者朴素的宗教观，劝人向善修真，又充满正能量，所以这类外星游记都这么写。可张祥前的外星游记偏不这么写，别人笔下的高等文明外星人人均圣母，个个都有资格让乐山大佛起来自己做下去。因为不管是宗教还是社科，都认为社会发展越高，人的道德越高尚。但是老张笔下的果壳型人没有法律，治安靠高科技维持， AI 一旦识别出你要伤人，
立马通过人工厂把施害者和被害者两人分开，而这只对人家本星球居民有效。如果是润过去的外星黑户，可别想着又要到犯了，兄弟们，因为你没有身份，没有人保护，去了分分钟被凶悍的外星人搞死。因为果克星人可以靠科技手段永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自然没有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一句多么有哲理的话！若非真的经历过，普通人谁能想象到文明高度发达的外星球没有法律，民风彪悍？谁又能做出这样的哲学思考？人无法想象自己从没见过的事物，仔细一想，其实用科技代替法律看似荒谬，实则合理，甚至远比法律更有效。法律只能起到事后惩罚和事前威慑的作用，但是对那种不计后果的无敌之人是没用的。而果克星的科技却能从根本上防止犯罪。最牛的是关于意识上传以及我是谁这类哲学终极问题方面的解释。不管是把意识上传到计算机，还是把意识转移到一个新的身体上，最大的问题是意识转移之后的我还是原来的我吗？这就需要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上来思考。诸位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如果换躯体能达到类似魂穿的效果，换完躯体之后，我这个主观感觉不变，我还是我，只是身体跟以前不同了，那就说明意识转移是成功的。如果换完之后我还在原来的躯体里，那么不管复制到的新躯体性格和言行举止跟自己多像，那就是意识转移失败，只不过是在别人眼里活着罢了。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没改变，我死了还是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流浪地球2》里大家反对意识上传到计算机这个方案的原因。这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意识转移之后的旧躯体该怎么处理？直接嘎了？谁敢把自己旧躯体说嘎就嘎？万一是第二种呢？那不就是白白送死吗？在《果克星球奇遇记》里，张也有同样的疑惑。当他参观果克星球的人体工厂时，工厂负责人向他介绍永生的方式，他们的人体工厂会生产很多没有意识的新躯体。当果克星人的旧躯体老化时，就在工厂里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新躯体，然后用人工厂技术把其意识转移到新躯体里，他就获得了年轻的新躯体，如此不断重复，从而实现永生。当张听到这里时问道，换完之后的旧躯体怎么办？答曰无害化处理。张又说，那我有理由相信你们所谓的换身体得永生，实际上人在无害化处理的时候就嘎了，那个复制到新躯体的意识早就不是本人了。你们搞了半天其实是在自己荼自己，除非你也给我换个身体，我实地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能把意识转移。人体工厂的负责人说，那不行，虽然我们对个人没有法律约束，但是对机构的法律是很严的。我们这个工厂按规定只能制造我们自己的身体，不能制造你这个地球人的身体。不过我有其他办法能让你体验一把，这里有个模拟软件，你可以试试，感觉跟真的一样。于是张就在模拟软件上体验了一把换身体。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果克星人的这种软件模拟包括游戏，就是非接触式脑机接口，通过人工厂跟计算机连接，可以把五感信号输入大脑，跟真实感受别无二致。于是在模拟软件中，张的意识就同时存在于两个视角，一会儿以原本的躯体为视角，跟身边陪同的几个外星人在一起，一会儿又换到了新视角，可以看到自己的躯体跟那几个陪同的外星人在一起。如果是真实的换躯体阶段，那么这时只要把旧躯体销毁，人的意识就以新躯体的视角存在了。换躯体成功，体验过之后，张就相信他们的意识转移是真的了。张又在近期的 B 站视频里补充道，复制意识时，只有把原本的意识和复制后的意识连接起来，人才会同时感受到两个视角。如果只是单纯复制而不连接，那么我还是我，那个新复制出来的意识与我无关，这才是最令我震惊的地方。
就我所知，还从未见过任何一部科幻作品能把意识转移这个问题讲得如此清晰透彻又充满细节。若非亲身经历，很难自己想出其中的奥妙。这种意识同时存在于新旧两个视角，山一存一的解释相当精妙。当年看《阿凡达》结尾的时候，就有个问题困扰着我。杰克通过灵魂术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阿凡达里，最后面罩一摘，就躯体死去，而阿凡达眼睛一睁，那么杰克的意识是真的转移到阿凡达上了呢？还是说他的意识随着旧躯体已经死去了？那个苏醒的阿凡达不过是意识的复制品罢了，骗得了旁人，但是骗不了自己。现在想来，如果按张祥前的说法，还真有可能是意识转移成功。就不知阿凡达的编导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了，然后给各位看官留到思考题。流浪地球2里华仔备份的意识上传到了计算机里，对于他本人来说，算意识转移成功吗？阿凡达2里夸奇上校通过之前备份的意识换了个阿凡达身体，从而复活，算意识转移成功吗？然后再讲讲张祥前的外星科技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当物体质量降为0，那么它就突然以光速运动起来，因为物体周围的空间本身都是以物体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以光速发散运动，而物体质量变为0时，是被它周围的空间以光速带走了，这就是它以光速飞行的原因。这个质量为0的状态叫做激发态，光子也是同样的道理。飞碟就是通过这种原理实现光速航行的。怎么让质量降为0？这就要用到统一场论了。该理论认为，变化电磁场产生引力场，不但电和磁可以互相感应，连引力场也与电磁一起相互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产生反引力场，将物体质量降为0。而通过人工来操控场的技术就叫做人工场。上面提到的光速飞碟，一是扫描和上传等等都是使用人工场技术。然后大概讲讲果克星球的科技树发展脉络。当他们在相当于我们地球目前科技水平的时候爆发了核大战，地表被炸得一片狼藉，幸存的人们靠着深挖洞、广积粮，在地下生活。就在这个时期，他们发现了电磁场和引力场的奥秘，基础物理学有了重大突破，开始了新的科技革命，生产力大爆发，资源再也不是问题，从根本上消灭了战争。最先研发出了以飞碟为代表的物体光速移动的技术，人可以全球瞬移，消除了国家的界限。但是这时候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意识上传的技术，人还是会死的。比如果克星人曾带张到果克星系的一颗星球上参观，这里有一艘坠毁的飞碟残骸，陪同他的果克星人介绍说，这是早年进行科考失事的飞碟，里面的科学家全部遇难。这里章描写了一个细节，在介绍的时候，那个果克星人对这些先驱们充满了敬意，称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接下来果克星人开始在其星系内进行开发移民，最开始选择的移民目的地是小一些的星球，他们当时认为开发小星球成本更低，最大的问题是小星球由于质量小无法固定大气层，解决办法就是用人工厂把大气层锁住。然而事故还是发生了，人工厂设备发生了故障，大气逸散，这颗小星球上的居民们全部窒息而死。张也参观过这颗星球，通过飞碟扫描看到这些荒废的房屋里都有一对对抱在一起的骸骨。陪同他的果克星人说，事故发生后居民们自知必死无疑，于是夫妻或情侣们都相拥在一起来面对死亡。读到这里我不禁动容，张笔下的外星人其实也是有血有肉的。后来这颗星球也没有再开发，被当作灾难遗址放在那里，类似汶川老县城。为了防止类似事故，之后他们就开始开发大一些的星球，选择了一颗跟母星质量大小差不多的星球当作主星，也就是现在的果克星。这期间一直发展医学技术，用人工厂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并逐渐搞清楚了人体生理的各种原理。他们开始自己制造身体，并对身体进行简化，
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系统越复杂就越容易出故障，于是就有了他们目前的极简版身体，全身只是一个简单的空腔，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全部外包给全球运动网，就是能让人和物在全球范围内以光速瞬移的人工厂技术，氧气和养料直接送到体内，代谢废物自动移出体外，因此他们不用吃喝拉撒，不论男女身高都一样，身高1米左右，为的是生理上的公平。同时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可以扫描人的意识并实现意识转移。前面说的人体工厂就是专门为他们制造新身体的地方，至此永生达成。另外，果克星人还开发出了各式各样的身体供大家选择，来满足他们不同的癖好，有半人半兽的，还有参考其他星球生物体改造的，比如什么寄生人种之类，总之千奇百怪。有句话叫保暖丝那啥，果克星人在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就开始追求那方面的事了，特殊癖好也越来越多，于是衍生出了各种怪物身体。再简介一下张被绑架到外星的经历，起因是在他幼年时曾被更高级的文明入侵到大脑，并疑似留下来一些信息在张的大脑里，这就被长期监控地球的果克星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想了解更高级文明的任何蛛丝马迹，尤其是他们对宇宙的见解，希望能从张的大脑里提取出相关信息，于是就开始了少年养成计划。等到他满18岁成年之后再带走细细研究。为什么非要等到18再带走研究呢？果克星人解释说，是等他发育成熟后，提取大脑中高级文明信息的同时，顺便拿它做一下18禁实验，具体就是跟他们星球上形形色色的人种来做一些爱做的事，扫描其身体和大脑，再做成高仿真游戏软件进行销售。之前说过果克星人保暖丝那啥，他们自己也说果克星是个麦乱的星球，所以这类游戏软件非常受欢迎。其实张的果克星球奇遇记里有大量拿它做这种实验的内容，不过与其说是小一的文，不如说是猎奇恐怖，正常取向的人看了可谓毫无感觉，因为外星人跟人类的生理差异太大了，再加上那些千奇百怪的改造人种，很多都让人感到恶心。当然这是后话了，要等到他成年之后带走研究，就得保证他能顺利活到成年。然而他出生在贫困之家，身体也不是很健康，有一次得了肾病没钱治，有几个奇奇怪怪的人来到他身边捣鼓了一阵，就慢慢病好了。因为那时太小，具体细节他也没记清。第二次是他得了眼病，双眼逐渐失明，白天只能坐在床边打发时间，又是这帮怪人稀稀疏疏到他家给他脑袋照上一顿鼓捣，第二天眼睛又好了。后来想想这帮人应该就是果克星人，最终在他19岁时，也就是1985年被带到了果克星球溜达了一圈，最后再从刑侦的角度分析一下他到底说没说谎。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杀人容易串供难，你要编一套不被拆穿的谎言是非常难的，细节越多越容易露馅，前期没考虑好的东西一旦被问到，即使你反应再快也很容易前后矛盾，编出来之后还要烂熟于心，很多东西哪怕是自己写的都会忘，比如很多作家写的小说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张的作品里有很多不起眼的细节都透露着一种真实感，比如他初次见女外星人威力的时候，这个身高只有1米的女外星人见到高大的地球人之后，本能的稍稍往后退了半步，仿佛透露出一丝害怕。还是这个女外星人威力，张写到其他外星人在叫她的名字时，这个力字音拖得很长，听起来是威力。如果是编的故事，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正好处在张翔前的知识盲区，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明白的人，能知道多少种语言样本？他怎么会想到加长音这种母语里并不存在的发音方式，还把它写进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还有各种细节都在他的作品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理性分析一下，
其实验证其经历真实性的最好方法就是验证一下这个统一场论是否成立。张在 B 站账号上一直发实验视频，简单来讲就是证明变化电磁场产生引力场。如果证明成功，那么他的理论就是正确的，欢迎懂物理的人鉴定一下。近期他的实验也获得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关注，有高校教授登门拜访，也有自称认识施一公的某企业家谈合作。